大家好，这里是咸阳的乾县呢。我们知道乾县有个乾陵非常有名，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在地面上有一个平地起坟，大家猜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是唐18陵的一个帝王陵。其实啊，如果你不说名字啊，根本感觉不知道这是一个帝王陵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帝王陵的故事。这个是唐18陵最后一座陵。我们知道唐朝的陵墓啊，大部分都是依山为陵，看李世民的昭陵，还有武则天的乾陵，都是规模宏大。为什么这座帝王陵却这么小，这么看起来很寒酸的感觉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墓主人的故事。这个墓主人是谁呢？他就是唐僖宗李轩的陵墓，也是唐陵中唯一一座进行考古发掘的帝王陵，也是唐代帝王陵中最后一座以堆土为陵形制建设的陵墓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。他这个叫晋陵，也是一位命运非常悲惨的皇帝。我们现在来说说他的故事。说到这个李轩呢，唐僖宗很多人可能不熟悉，但是他当皇帝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事件，就知道了。当时黄巢起义啊，就是他那个时候发生的。说到黄巢起义，就在这个不远处啊，大概5到10公里，乾陵就在那里。黄巢在乾陵挖了一个黄巢沟，这个大家都看过了。唐僖宗啊，其实也是唐朝继皇帝位年纪最小的。他是当时他前一任皇帝，就他父亲呢，在弥留之际啊，他是由太监拥立作为皇帝的。当时唐朝有个宦官官正嘛，就太监把他立为皇帝，12岁继皇帝位。唐僖宗继位的时候啊，唐朝已经算是末年了，各种矛盾很突出。尽管说这个唐僖宗再聪明啊，但是也基本上挽救不了唐王朝。何况呢，他的聪明没用在正道上面。我们说一下，大家了解一点啊。我们说明朝的皇帝，奇葩皇帝很多，有木匠皇帝，是吧？还有那个正德这些皇帝，还有那个嘉庆那个20年不上朝。他这个唐朝这个唐僖宗啊，他有这样一句话说，他比较喜欢骑射、音乐、围棋这些，对治国反而不擅长，就是他的优点不在治国方面。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如果他参加击球、进士、科举等考试，应该能中个状元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有把它摆在帝王的层面上面。所以说，就是我们的聪明没用在正途上面的解释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在他当皇帝的期间，发生了王仙芝、黄巢起义，他们被攻进长安，这个大家都有所了解了。我们先来看看神道，再介绍其他东西吧。这个是华表，这个是唐王朝帝陵，基本上布局都差不多的。这个就是神道，两侧是石像生。我们等下再仔细看一下石像生，就能知道这个帝王陵跟乾陵跟其他帝王陵区别在哪里，区别太大了。哇，这里好多，这个是梨子吧？好像是梨子，我看起来像啊。这个是一马，但是这个一马大家可以看看哈，这个比那个乾陵的一马小了太多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一马呀、风发的太厉害了，跟乾陵相比太远了。基本上啊，唐朝的布局啊都差不多，一马、翁仲这些都有。我们去看那个唐肃宗的，哇，那个神道非常独特，而且特别长，比这里还长。你看，这个也是一个马，一只马都比较矮小。这里过去啊都是，发现没有？它这里的石像生啊都比较矮小。这个翁仲还是接起来的，最下面是那个是接起来的，所以看看这个翁仲啊很矮小。我们现在来说一下，为什么他这个帝王陵这个石像生为什么这么小？它是这样的，我们知道修建帝王陵啊是跟当时国力有关的。你像汉朝的汉武大帝的陵墓修得非常豪华，当时他的国力强，修了54年啊，国家的税收。我们看看远方，远方那就是乾陵。然后我们继续说哈，他这个像唐朝唐太宗的时候，还有那个武则天的陵墓啊，都非常豪华，因为它是封建社会，国力比较强盛。当时大唐是全球最厉害的国家，长安也是最厉害的、最大的，所以说他修建的有钱嘛，有钱好办事，就是这样的。
而到了唐僖宗的时候啊，当时黄巢起义，他都逃往其他地方了，就是长安又沦陷了。在唐安，当时首都长安，其实经过好几次沦陷，当时安史之乱，呃，沦陷过2次，还有当时其他的，反正有好多次，总共是6次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在唐僖宗的时候，唐朝已经支离破碎了，基本上没有财力去修建大规模的地陵，特别是依山为陵的更需要钱财。没办法，他去世之后啊，没有财力，只能修一个这样简单的帝王陵。经过了黄巢起义啊，唐僖宗也心力交瘁，年仅27岁就去世了，后来就埋葬在这里。最能体现他这个陵墓寒酸的一点就是说，它里面呢，地宫那个不是我们放棺椁的地方有棺床吗？它那个棺床的石板呢，还是从乾陵那些陪葬墓找的一块墓碑来作为棺床。所以想想那个时候唐朝其实很可以说已经是有点名存实亡了。这个唐僖宗的晋陵啊，它是唐朝唯一进行发掘的帝王陵，所以我们来讲述一下它的地宫的故事。它这个地宫里面是有墓道、甬道还有墓室组成。当时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呢，这个地宫啊根本就非常简陋，远远达不到帝王陵的水平，比不上当时乾陵的陪葬墓，像永泰公主还有那个懿德太子比不上。并且其中里面的壁画呀，也比不上盛唐时期的水准，就是说啊，水平很差。所以说，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记载，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座帝王陵。这个其实就我们说的嘛，进一步佐证了唐末的时候财力衰落，没有能力修建好的。当时考古发掘的时候啊，就地宫里面呢，那个棺椁已经可能没有了，就剩一下棺床。但是那棺床呢，考古专家发现了，它是由2块大层的那个墓碑组合而成的，好像就是乾陵的吧。所以说，其实也能说明唐朝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。所以它这个帝王陵啊，出土的文物不多，比乾陵的那些出土的都少得很多很多。唐朝的皇帝按记载是21位，发现的陵墓就是唐18陵，他这个是最后一个。其实啊，他这个陵墓啊是草草的选了一个地方，就这样安葬，离乾陵好像就大概5公里的。它也是唐18陵中被盗次数最多的一座帝王陵。我们知道，说的中国古代最强军者就是唐朝，当时享誉海内外，并且呢，现在也很多人说是唐人，但是这个晋陵啊和乾陵，就我们远方看到的是鲜明的对比，其实也反映了唐盛强盛的时期跟晚唐时期的鲜明对比啊。